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哥。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，就是爱马仕所有的皮质的包款里面最便宜、最容易入手的一个包款，就是 Mini Align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一起来开箱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个包。那今天的视频呢，除了介绍这个包包之外呢，我会跟大家比较另外一个很多小伙伴关注的包款，就是 Mini Evelyn 这两个包款之间的差异，跟如果今天你想要选一个这样的小包作为你的第一个包包的时候，有哪些比较跟考量的要件是你需要考虑的。这就是我的新的好伙伴，就是 Mini Align 的电光蓝的颜色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包款呢，是看到袁咏仪背，就是她身上背的那个金棕色。我其实觉得那个颜色也挺好看的。那我觉得 Mini Align 会吸引我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设计其实相当的简约，然后就是有一个浅浅的一个 mark， 然后也看不太清楚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，不管说是我们大家很容易喜欢的金刚色，然后或是一些鲜艳的颜色，像电光蓝的颜色，然后还有一些季节色。其实我一开始最想买的是去年的那个牛油果绿，超级好看的，但我一直都没有等到那个颜色。然后我也知道有很多小伙伴在等的是那个sakura 的那个粉色，就是樱花粉色，其实淡淡的也挺可爱的。但因为我等不到牛油果绿嘛，那后来我就在官网上看到了这个电光蓝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电光蓝。然后其实Align 系列啊，我觉得它最容易买到的颜色其实就是黑色、红色，还有我手上的这个蓝色系，算是比较好买到的。然后另外就是，其实大家有觉得这个包包长得非常眼熟吗？对，就是照片里面张曼玉背的那只包，其实跟它是同一个系列，就是它其实有出帆布款的，那它的帆布款的 size 会比这个大很多，大概30公分左右。然后后来它除了那个帆布款之外呢，它又出了一个更大的款式，是可以作为背包用的。那个背包其实我有去店里背过，但我诚挚的建议就是，如果大家的身高跟我一样是属于就是娇小的女生，我个人觉得155公分以下的女生其实可以直接避开帆布款，不管是斜挎背的或者是后背包的，原因是因为它背起来真的有点大。但如果你是身高比较高挑的女生，其实你背起来可能就可以有那种比较率性跟帅气的感觉。那其实Align 这个包款为什么我说它非常适合作为入门款，主要是它的价格区间大概在1370欧元左右，和台币呢大概就是44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带，所以等于是一个45000以下的一个包款。那其实同样的价格带呢，还有另外一支包款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有名也比较熟悉的，就是 Mini Evelyn。大家可以看这两个包款基本上都是小包款。那 Mini Evelyn 呢，它的选择应该说材质的选择会比Align更多。那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它现在有的选择，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材质是羊毛毡，但老实说，我个人觉得羊毛毡我比较没有那么推荐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基本上比较季节性，可能你比较适合在秋冬的时候穿，夏天穿其实配羊毛毡就有点怪怪的。虽然说羊毛毡的价格其实是可能比皮革款更低一些，但我还是比较推荐皮革款。然后其实现在 Mini Evelyn 的肩带做了很多的设计，除了我手上这种素面的之外呢，它今年也有出就是有图案的圈圈图案的，也是它最新的一个设计。那它的肩带啊，不管是什么图案，基本上价格带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Mini Evelyn 跟 Mini Align 大家到底要怎么选择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设计身上。其实 Mini Align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非常扁平，就是2片皮就拼起来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里面是完全没有内袋的。然后当你背的时候啊，其实这个束口会自动的束起来，所以它会是一个贴合的状态。然后另外一个是Align 啊，它本身的这个肩带啊是不能调整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背起来的长度，大家可以看。我背起来刚好腰在这里，其实就非常接近我腰的位置，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你是很娇小的女生，Align 的背起来的样子也是非常刚好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Mini Evelyn。Evelyn 它跟Align有点不一样，它是做这种开放式的，一样，它们两个都没有内里，然后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把它扣起来。那有些小伙伴会觉得说，这种开放式觉得很不安全嘛？如果你很喜欢 Mini Evelyn 的设计，但你又觉得开放式不安全，比较好的方式是你可以买一个有拉链的内袋放在里面，那这样你就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不容易被爬走。然后另外一个它们比较大的差异是肩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Mini Evelyn 的肩带其实是比较长的，我们背起来看看这两个差异有多大。
大家可以看得到吗？其实相对来说 ，Mini Evelyn 的肩带已经快要背到我的屁股了，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娇小的女生，老实说，我觉得 Mini Evelyn 的长度有一点。怎么讲？有点过长。那当然 ，Mini Evelyn 它的这个肩带啊，它是可以移除的，你可以把它拆掉，然后换成任何你喜欢的肩带，甚至你可以绑 Max Tree。那也有一些方式可以把它的肩带缩短。那我之前其实也录过一个视频，跟大家讲怎么把这个肩带就做一些改造，我会把连结放在上面。所以简单的来说呢，其实 Mini Evelyn 跟 Align 最大的差异就是它肩带上的差异，还有就是它开口上其实设计上有一点不一样。那我们来看它的大小。你们可以看得到，以侧面来说 ，Align 它就是一个很扁的包包。那 Evelyn 呢，它是有一点宽度，大概3到4公分左右。那以正面的大小来说 ，Align 它基本上是比较高一点点，就高这个上面这个头的部分，可能就是高个4、5公分左右。但宽度的差异性呢，并不是很大。那大家可能会想说，那这两个包包啊，就是它的容量是长什么样子？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来实测一下它的容量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们两个实测的容量。我现在已经把我的 Align 啊，就是装了一些东西，大家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里面大概是装了一个7到8分满，所以你是可以继续放的。我们就拿开来看看，我们到底放了什么东西。我放了一个 iPhone XR 的大手机，也是带壳，然后口红、护唇膏、卫生纸，然后钥匙、零钱包，还有一个卡夹。OK， 还有就是这种湿纸巾的酒精的那种随身携带的，还有一个备用的口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Align可以装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东西能不能 fit in Mini Evelyn 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装进去里面吧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其实我大概也是装了8分满左右。钥匙、零钱包呢，基本上可以很勉强的装进去，但老实说，我觉得应该蛮容易掉出来，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它可能要被拿出来。所以我个人觉得啊，Mini Evelyn 的容量其实大家看它这个厚度很宽嘛，其实它是比 Align 还要再小一点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 Align 相对来说比较是好装一些的。但 Align 它基本上大家在装东西的时候有个注意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包本身是个扁包，如果你装的就是很厚的东西，基本上会比较不好看。所以如果大家是那种很胖的气垫粉饼啊，我就不是很建议。但基本上它的容量是比 Mini Evelyn 更多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你的穿衣风格啦，就是我觉得这两只包啊，适合的穿衣风格不大一样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因为 Align 它的设计非常的简单，即便是这种很鲜艳的颜色，它也适合穿的比较中性啦，然后或者是穿起来比较简约的时候会比较好看一些。我又拍了一些穿搭照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那 Evelyn 来说呢，其实我个人觉得 Evelyn 的比较适合比较甜美的风格，然后或者是说你跟我一样喜欢穿的比较繁复一些，有时候我非常喜欢穿一些有图腾的衣服，我觉得 Mini Evelyn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些。那让我把穿搭照放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今天你在考虑这两个包款，我觉得你可以从容量，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小细节来做你的选择。那也希望呢，如果大家有在考虑这两个包包的话呢，今天的视频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。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呢，记得按个赞，然后另外呢，帮我订阅一下小铃铛哦。